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我们又见面了。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很高兴的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 HSK 6级最后的一节课了。大家现在是不是觉得终于到了最后了？因为我们的 HSK 6级确实课时的内容比较多啊，词汇可能也比较多，大家跟着我们学习一路学下来都辛苦了。那最后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在书写的部分，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去写正确的句子。你的句子要是对的，如果不对的话呢，老师可能会给你扣分。所以为了得到更高的分数，我们要来学一学怎么去写正确的句子。好，那我们现在要带着愉快的心情，最后一节课了，太开心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来写正确的句子。我们在这里给了4个方法，那这4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要适当采用文章中的原句。我们在看1000字的文章的时候，有一些句子很简单，很重要，我们直接记住原来的句子，写的时候直接写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办法是掌握汉语中最基本的句法结构。那这个部分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去听我们的6级阅读的第1部分，那个是找病句，就是这个句子有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句子有问题的话，你当然就知道什么样的句子是对的。好，第3就是要掌握特殊词汇的特殊用法。有一些词，你只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写正确的句子。但是也有一些词，光知道意思是不够的，你还得学它怎么用啊，它的用法和一般的词有点不一样。那这样的词，你就需要特别去注意它。另外，最后就是不要写过于复杂的句子。那我们现在呢，按照这样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就是适当采用文章中的原句。有一些文章里边的句子，它不是特别难，比较容易记住，我们直接用文章里的句子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去想怎么写。那你看到的1000字的文章，它的句子都是正确的。如果你用了它的句子，当然你的句子也是正确的。比如说，我们刚才在简化语言的这部分已经看过了这段话。那在这里，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来到了，我们就直接说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来到了。孩子们怎么样，我们说这个部分我们不要，对不对？那我们就写孩子们都捧着鲜花盛开的花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继承王位，那这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着鲜艳的花朵，那我们说一个个孩子一盆盆这个都不要，它太麻烦，所以我们就说国王看着鲜艳的花朵，然后呢，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表情，可以用原来的句子。当然了，这个句子有点难啊，比较难记，但是我们也知道也可以变成什么呢？国王不高兴，直接写不高兴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句子有点难啊，你可以不写它。但是如果你写了这个句子的话，我相信你的分数会更高，因为这是文章里的原句，它比较有意思，写得比较好，所以你直接记下来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你觉得老师我真的记不住，那你就写他不高兴就可以了。但是前边这些，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记一下，而且你可以直接用他的句子来作为你的句子去写。那这样的话，你一定不会写错，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了，就是用文章里的原句去写。当然了，有的时候呀，文章里的原句太复杂，你就写得简单一点。文章里的原句段落太长，
那你没有办法，只能去总结一下它的基本的意思了。好，那如果你自己要去写句子的话呢，当然你就要学习我们的这个最基本的句法结构了啊，就是汉语里边的基本的句子是怎么写的呢？当然有非常多，我们现在呢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列举一些例子。更多的这个语法的这个学习呢，我建议同学们，第一，你可以去学习我们6级阅读的第一课这个6级阅读的第一部分找病句，我们在那里分析了非常多的正确的句子应该要怎么写。那第二呢，就是你可以去看我们 HSK 5级考试的书写部分，在那里呢有一个排列顺序题。它就是语法题。那如果你能够认真的去看一看那些句子是怎么写的，我相信你的语法一定有很大的进步那因为同学们现在在写文章的时候呀，还是会犯一些错误，这个老师真的是常常看到，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去认真的学习一下。那我们现在呢，先学习一些比较简单的基本的句子，我们先学习一下。好，第一个句子是有是的句子，在这个6级阅读第一部分，老师其实已经说过了，什么是什么。那在这个句子里边，我们看我们这个句子我们刚才读过，这是他养了很多年的土狼可能学生们说，老师是的句子很简单，我是美国人，特别简单呀。但是那这是什么呢？这是狼，这是土狼。什么样的土狼呢？他养了很多年的土狼。如果这个句子里边有这个的话，一定是有点难吧？同学们一定要学会如果你想要说什么样的土狼呢，要记得的在前边，什么样的在的前边，这样的句子可能它的顺序跟很多人的母语都不一样，所以容易出问题，所以你要多多的练习呀。然后我们来看，没有是了，我们就用一个一般的动词了。我们看这个例子，这个也是我们前边读过的一个句子了。那团毛茸茸的东西那团毛茸茸的东西就跑向了教练，跑向了教练。这个句子特别简单，但是你能不能写出来这样的句子呢？所以呢，要注意去学习那个东西跑向了谁？跑向了教练。好，这是我们的第2个简单的句子。第3个是我们的副词、形容词，比如说他的家庭他的家越来越美满这个比较简单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可能如果句子变长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够写对的句子呢？这个要注意了。我们的3个最基本的句子就在这里了，同学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写错。好。然后我们看后边的，如果一个文章一个句子里边有这样的，我们叫它介词的话，我们要怎么写呢？你要记得，他给全国的每个孩子都发了一些花种。那他发了花种，他做什么了？他发了花种，对不对？那介词放在哪里呢？放在动词的前边，他给全国的每个孩子都发了花种这个顺序也可能是跟你的母语反过来的，你千万不要写错了。那还有一个例子是，母亲也同样为此事操心。母亲操心是母亲做什么呀？母亲操心，母亲怎么样操心？为了这件事情操心。那为此事也是放在操心的前边，同学们要注意一下。那副词呢？如果看到 adverb 副词放在哪里呀？
放在动词的前边。我们这里也看过一个句子，他说呢，教练竟然抱着一匹小狼。那教练抱着小狼是句子，前面有一个副词，教练竟然抱着小狼啊，没想到他抱着小狼，那竟然要放在这个动词的前边。这个规则我好像在6级阅读第1部分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记得去复习一下。好，那在文章里边呀，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遮，这个遮不太容易。我们看一下，看着迷惑不解的哈维，教练笑着告诉他，土狼不是食肉动物啊。看着这个哈维，教练笑着说，那这个时候的遮呢，它表示他做事情的时候的样子和状态啊。比如说啊，老师手里拿着一支笔在讲课，老师讲课的时候穿着红色的毛衣，那这都是遮的用法，它还是比较重要的。那你是不是已经学会了这个遮的用法呢？如果你不会，要记得去我们的5级 HSK 的书写部分再去学习一下，这个词也很重要。那如果你觉得老师这个语法太难了，我真的不会写，那你就记得在写文章的时候不要写它啊，避开它，不要去写它，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里有我们的靶。哎呀，这个靶呀，从3级开始，老师不停地跟你说靶很重要，靶很重要。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中国人每天都在说这个句子。我们看例子，那位妈妈说：“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行不行？”把土换一换，那这个句子也比较简单。好，我们看这个土也的，这个的也很常见了，因为我们现在呀已经到了 HSK 的6级了，所以你经常会看到这个的。所以那只土狼亲昵地蹭着它啊，那只土狼做什么了呀？那只土狼蹭着它。那土狼蹭它的时候态度怎么样呢？是亲昵的，就是像孩子一样，像小猫小狗一样跟它很近的感觉。如果同学们家里边有小狗或者有小猫，小狗和小猫和你靠近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亲昵的蹭着你啊。希望大家能够回家看看自己的小猫和小狗，你一定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而且你能够记住这个结构是动词的前边有一个的，然后前边有形容词或者是副词。好，那最后我们看这个，它以昆虫和白蚁为食。这个土狼啊，它吃什么呢？它吃昆虫和白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以昆虫和白蚁为食，把昆虫和白蚁当作食物啊。那这个句子以什么什么为什么什么，大家是不是见过呢？那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好像见过，我大概明白意思，但是对我来说写这个句子就有点难了，我担心我写的不对。那老师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担心你写的不对，就不要用这个语法了，你可以用别的简单的，比如说他们吃昆虫和白蚁，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在前边说了呀，不要写过于复杂的句子，写得越复杂越容易出错，那不如写简单的句子，只要把故事说清楚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一些最基本的句法结构。那下边呢，我们要去看一看一些特别的用法啊，我们来看一看。那在这里呢，老师写了一个句子，这个句子是以前学生写过的，
学生发给老师，让老师帮他看一看对不对。老师看了以后告诉他这个句子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不对呢？我们现在呢一起看错误的句子是什么，正确的句子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女人，她病了，她住院了。那她写呢，住在开始的时候她不怕死，但是越来越她怕死。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可能你自己写的话就会这样写，对不对？但是老师要告诉你要去掌握特殊词汇的特殊用法。这个越来越呀，大家要小心一点儿要小心一点儿。那这个句子包括前边住在开始的时候，这个也是不对的那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正确的句子应该怎么说呢？开始住院的时候，住在你必须要说住在哪儿虽然这个词很简单，但是你也要记住这个可能我不知道英语或者其他语言里边住 to live 这个词可能是不是不需要一个地方，但是在汉语里边你必须得说一个地方，你不能只说这个住。所以住院的时候，开始住院的时候呢，他不怕死。然后呢，但是后来，那你如果说了开始的时候，就一定要说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他越来越怕死了。那注意，越来越他不行，应该说他越来越怎么样？那像这样的特殊的用法，你是不是掌握了呢？我发现确实是很多同学写句子的时候会写一些小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去掌握这些词的用法。那希望大家呢多去做一些练习，多去写一些东西。那你要发给老师看一下，老师来告诉你你这个地方写错了。那如果老师经常给你看，这个错了，那个不对，应该怎么写？那我相信你的写作能力一定会越来越高的。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错误的句子和正确的句子。所以呢，你在学习词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学会这个词要怎么去写正确的句子，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不要写过于复杂的句子。我看过有的同学写特别长的句子，学生觉得这样长的句子，老师一定觉得我很厉害当然这个确实是，如果你写的这个句子是对的，老师一定会觉得你特别特别厉害。但是如果这个句子是错误的呢，那老师就要给你扣分了，特别无情的给你扣分了。所以呢，同学们要注意，如果你没有100%的把握，尽量不要写特别复杂的、特别长的句子。你可以写短一点的、简单一点的句子，你可以用稍微难一点的词，这样的话水平也很高，老师也会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所以不要去追求特别长的、特别难的句子，可以简单一点。比如说上边这个句子就是学生写过的一个句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丈夫也有高血压病，而她每一个次离开家一段时间，她丈夫因为忘了而不吃她的高血压药。这个句子的意思大家应该还是明白的，因为还挺清楚的。但是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才有一个逗号，这个太长了，就容易出错，对不对？那你看，首先这里每一个次肯定不对，应该说每一次，或者说每次，个是不能够放在这里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很多的句子都连在了一起，然后中间有一个而那这个就很难很不太清楚，太长了。
我们不如把它变得简单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丈夫还有高血压病，为什么不能用也有呢？这个故事里边呀，我们要明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丈夫呢，他有一些问题，他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他还有高血压病。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还有另外的问题，是一个人有几个问题，要用还。那同学们说，老师也，它的意思也是 also 呀，不能用吗？不能。如果丈夫太太有病，丈夫也有高血压病，那就可以用也，就是两个不同的人的话，你可以用也。如果是一个人有这个有这个还有这个，那你最好呢要用还，这样是更好的。那每次他离开家一段时间，我们都分开，这样的话很清楚哈。丈夫都会忘记吃药，那学生在这里写，丈夫因为忘了而不吃他的高血压药，这个不需要强调他的高血压药，就是忘了吃药就行了。因为忘了，所以不吃，这个有点奇怪，不如直接说忘了吃高血压药就可以了。所以同学们在这里呢要注意一下，老师用这个例子想告诉大家，尽量不要写特别长的句子，简单一点啊，把它们都分开一小句一小句的，那错误的可能性就会减小啊，就会变小。那同学们现在呢可以发现，就是你在写句子的时候呢用特别复杂的句子，其实不如你写一些简单的特别简单。那是什么呢？丈夫有这个病，对吧？很简单。每次他离开一段时间，丈夫忘记吃药，都是比较简单的句子，但是这个意思很清楚，也没有特别难写，然后呢也能够表达清楚我们的这个故事，这样就已经够了。好，那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怎么去写正确的句子就已经讲完了，4个小小的方法，但是每一个可能都需要做一些练习才可以。所以呢，同学们记得在我们的这个 cnhsk.org 上面去做题，做完了题以后，你可以给老师发微信，告诉老师，老师，我写了一篇文章，麻烦您帮我看一看我的文章写得怎么样句子写得对不对，然后题目起得好不好有没有误会的地方有没有正确理解的地方呢？你都可以问老师，老师一定会帮你认真的去看一看。只要你的练习做得多一点，我相信你的进步一定会非常大。那么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的6级的听力、阅读、书写到这儿最后就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的书写最后一课了。那我们希望呢，大家通过学习我们的课程，在 HSK 6级上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成绩，我们也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到。当然，如果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发微信给我们，我们会非常耐心的为大家解答。好，那到这里，祝大家考试顺利，再见。